海玲姐后来再嫁给我大哥的好哥们陆东明，后来生了妞妞，凤家的当家人必须是嫡系一脉的女儿。这个我听说了，前几年江城凤家家主更替仪式，我们都听说过。他是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认识那些人。洋洋还会回他亲爸家里吗？战维嗯了一声，说道他每次回来都会回去一趟，不过不会待太久，他还是喜欢待在我们家里。周红林以前是很渣，看在他对洋洋还算不错，又是洋洋亲爸的份上，我们没有在洋洋面前说过他爸爸的坏话，就是海玲都没有在儿子面前说过前夫的坏话。他觉得大人的错是大人的错，没必要扯孩子进去。况且周红林再渣，那也是洋洋的亲爸。蓝若若点头，他爱的男人三观正，他周围的人也都是三观正，这个男人值得他托付终身。远处三太太说着自家老八，你看看你七哥都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了，你的女朋友在哪里？不要以为你还很年轻，就30岁的人了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念叨这些话？我只要回家就能听到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。战月无奈地道，我还是个伤者呢，妈就不能让我好好的安静的养伤？三太太瞟两眼她包着纱布的双手，说道，你出院前重新换了药，妈都看到了，你的伤好的七七八八的了，不包纱布也是可以的。你是怕伤口未长好会吓到孩子们，才继续包着纱布。你出院了，我看那些医护人员很开心的样子，他们最是清楚你的伤势。哎，也不知道我还有2个儿媳妇在哪里，什么时候才能见面？如今妈就由你和老九了，老九可以再等几年，你再等几年就成大叔了。战月，妈，我才28岁，再过几年30几岁，好吧，对于年轻的小姑娘来说，她还真是大叔级别。三太太见儿子说不出话来，呵呵2声，意识到你不再是毛头小子了吧？战月不吭声，他的确不是毛头小子了，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，不如出去看看能不能讨个儿媳妇回来给我。三太太说道，出去玩你的，晚上不回来都没事。妈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你能不能别用这种口吻说我？我去哪里？我手上的伤还没有好呢，开车都不方便。你想去哪里，让老九送你。七嫂你也见到了，不用在家里再待着，妈看到你就头痛，单身狗就不配回家。前段时间七哥都还是他的挡箭牌，这才多长时间呀？暑假还没有结束呢，他的挡箭牌便不见了。为了免遭母亲的唠叨，战月还真让弟弟送他回他位于市区的房子。战燕边开车边笑道，哥，你也别跟妈计较，妈就是那样，再过几年哥哥们遭遇过的一切都会落在我身上的。他看着几个哥哥，一个个被催婚，一个个结婚，早就对长辈的催婚有了免疫力。老九，陪哥去看房子吧，哥想买套房子。战月忽然说道，哥，你要买房子？你名下已经好多房子了，要去哪里买？我觉得万盛街那边环境很不错，那里有个很好的小区，去那里看看吧，我想买个大平层。万盛街距离曾家诊所很近，走路就3-5分钟。战月为追妻做准备，住得近了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吗？战燕偏头看了一下八哥哥，好奇地道，那里离咱们家公司有点远呢。哥在那里买房子，每天上班都要早出门至少10分钟，就怕路上堵车的话，你还得提前20分钟出门才行。从万盛街到战氏集团，正常来说车程是10几分钟，但路口多，红绿灯多，车流量、人流量都很大，经常堵车的，所以从那里到战氏集团一般都要花上20几分钟，甚至30-40分钟。想避开高峰期就要提前出门。对于爱睡懒觉、不到上班时间最后冲刺的时间都不会进公司的战九少来说，提前10分甚至20分钟出门太难受了。
他的闹钟是每天7点半响，要赖一赖床，往往7点40分钟才会匆匆爬起来。简单的洗脸刷牙后，早餐都是外面打包一份，然后匆匆地骑着电瓶车往公司赶。对，战九少非常接地气，是骑着电动车上下班的，说不用担心堵车。他在市里的房子离公司不远，他是为了上班方便，特意买得离公司近，开车去上班就几分钟的车程。可遇上堵车，他晚出门就会迟到。还是骑电动车方便，堵车一般不会堵住电瓶车，所以他不能理解自家八哥哥为什么会想到买万盛街那边的房子。管城那么多房子，只要8个想买，什么好地段的房子买不到，干嘛非要跑到万盛街去？那里的小区再好，能好得过他们兄弟几个住的别墅区吗？就算不住别墅区，他们住的小区也是本市最高级最好的小区，万盛街那边的小区是比不上的，那边还有点升值空间，买那边的房子不会亏，转手卖还能小赚点呢。战燕笑道：哥，你又不缺钱，现在房地产走下滑坡，不景气了，咱们家都不再指望房地产板块赚钱了。他是不相信八哥哥忽然去那里买房子是为了赚钱。八哥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？喜欢的人刚好就往在万盛街那边。战燕灵机一动，想到了这个可能性。战月不承认地道：我要是有喜欢的人，早就跟妈说了，还用得着被妈赶出家门？我手上的伤都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妈都赶我出来，一点都不心疼我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那是我后妈呢。战月吐槽着母亲，叫我出来找女朋友，我去哪里找？总不能当街随便拉一个女孩子吧？战燕又偏头看哥哥几眼，想到哥哥之前一直没有女友，最近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，应该是没有喜欢的人。他哦了一声，行吧，我现在陪你去那里看房子，要是真的很好，我也买一套，就跟哥对门，咱们兄弟俩还能有个伴。你还是别买万盛街的房子了。战月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才去那里买房子的。老九这个懒虫买了那里的房子，住在那里，平时上班要早起，不住在那里，买了就空着或者出租。他们又不缺那3瓜2枣，你平时都是以冲刺的速度赶去公司的。刚刚你也说了，上班不是很方便。话说老九，你读书的时候可勤奋了，怎么现在这么懒，天天都爱睡懒觉？周末不上班，哪里都不去，就能在家里睡上2天。对于这个最小的弟弟，战月也是极疼的，他还担心老九身体有问题，才那么是睡的。但是带老九去医院检查一番下来，啥事也没有，这家伙身体健康得很。那么喜欢睡觉，只能说是懒得出门了。战燕边往万盛街的方向而去，边说到：读书的时候我压力山大呀，8个哥哥盯着我呢，我哪敢放松？放松一点，成绩下滑了，你们不揍死我才怪呢。教过你们的老师又是我的老师，我考不好，老师都不用叫家长，就拿你们出来压我，我就得拼命冲，拼命赶。从小学到毕业，我是真的一刻都不敢放松。我那么拼命，就是不想丢哥哥们的脸。你们还不放过我，经常送我礼物都是送试题，我刷题都刷到吐了，还是大嫂进门了，我抱住大嫂的粗大腿，这种情况才好一点。大嫂说别给他太大的压力，让他可以休息休息，放松一下神经。好不容易我不用读书了，以前欠缺的睡眠当然要补回来。战燕现在又没有挑大梁，连副总的位置都还没有爬上去，他应酬交际都没有哥哥们那么多，又没有恋爱，下班了不是吃就是睡，要不就是回山庄陪奶奶带侄儿女们，当一个合格的奶叔叔。他也不喜欢和外面那些人周旋，觉得人人都戴着面具，虚伪得很。他也知道人与人交际就是那样。由于他是老小，虽说哥哥们带给他的压力是很大，
可哥哥们是真的很疼爱他，他有点任性的资本吗？他不喜欢参加的活动就拒绝参加，闯了祸也有哥哥们帮他收拾残局，何不活得恣意一点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再说了，我周末也不是真的睡足2天2夜的，我还陪侄儿女们玩很长时间呢。只是相对你们来说，我睡得多了点儿，那是因为哥哥们的假期生活太丰富，他一个单身狗又年轻，假期生活就没有那么丰富了，是可以约上3、5个好友出去玩。但战燕的好友们早就恋爱了，人家要恋爱甜甜蜜蜜的，他不好加进去当电灯泡，还是留在老宅里带侄儿女吧，先看看吧，也不一定就买。战燕那样说，并非真的就买房子。兄弟俩说着话，很快就到了万盛街那个小区，万盛花园。战月在车子驶入万盛街范围后，便按下了半截车窗，视线看着车窗外面的街景，看到曾家诊所的招牌了。不过老九开车快，咻一下就过了，他都没来得及好好打量一下。无妨，他反正要在这边买房，以后他若不舒服就给曾家诊所送钱，当然要挑着曾小雅在诊所帮忙的时候过去。林健会用的法子他也能用，刷存在感，一步步展开对曾小雅的追求，他也会。以他的条件，战月觉得曾家所有人会喜欢他的。林健就靠边站吧。曾小雅不喜欢林健，他们是学长与学妹的关系，认识的时间比他长得多了。若是曾小雅喜欢林健，他们俩早就在一起。还有曾小雅的同事兼同学，他也不喜欢那个男同学。这条街道人流量挺大的嘛，附近也有公司和学校，小区也挺多的。战燕放慢了车速，快到万盛花园了。就是这样开着车过去，他都看到了这条街道的昌盛。战月说道，要不我怎么会看中这里的房子？房地产暴雷后，很多地方的房价都跌了，但这里的房价没有跌，有些好小区房价还回暖了呢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很多商铺都关门，贴着旺铺招租。这条街咱们进来后，你也留意到吧，整条街的商铺都是开着门营业的，街名取得好呀，万盛街。战燕说道，那八哥哥不如买下这一条街的商铺呢，每个月收的租金就很可观，比你买套房等升值回款更快。买什么买，这一条街的商铺都是咱们家的。战燕，不是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么昌盛的街道，一条街的商铺居然是他家的。哎呀，他家长辈就是有投资眼光呀。这一条街的生意估计都不错，生意好，就不用愁交不起店租。一条街1个月的租金，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是非常可观的了。对于他们战家来说，战九少都不知道这条街的商铺是他们战家的。战月说道，这是大嫂在管的，又不用经我们手，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所谓？战燕笑道，原来如此，还是要知道的。若是我哪天头脑发热跑来这里租个门面开店，岂不是租了自家的店？这种事你会做吗？你闲得来开店？战月，我就是打个比喻，又不是真的这样做。他知道他们家的女人们也有家产要打理的，就是当家太太要打理的那些小生意，收租也算是其中之一。不过具体都有些什么生意，他就不知道了。他们男人主外，女人主内的。如今大伯娘渐渐放权，将当家太太的担子移交给大嫂。到底他们要打理的生意是什么？有多少？战燕不关心，反正不用他管就行。咱们家买了几条街呀？你回去问大嫂吧，我知道的也不是很清楚。这条街的商铺是我们家的，还是我对万盛花园的房子感兴趣，了解一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家在收租。战月说的是老实话，他的想法和弟弟一样，不用自己管的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当不知道了。